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爆火背后的观众心理与社会文化因素。诚意的走红像一场蓄谋已久的化学反应，当市场对流量明星的审美疲劳累积到临界点，一位专注表演的演员恰如其分地出现在公众视野，用10年磨一剑的演技完成了这场静默突围。在琉璃的雨丝凤之后，莲花楼的李莲花再度印证了观众选择的变化。我们不再迷信数据堆砌的虚假繁荣，而是用点击量为真正的好内容投票。这种集体转向背后，折射出的不仅是影视行业的价值回归，更藏着当代社会的精神密码。当资本运作的造星流水线持续产出精致却空洞的工业糖精，观众开始用遥控器反抗被算法操控的审美霸权。诚意的表演带着手工艺人的温度，每个眼神转折都经过反复打磨。沉香如屑里应渊帝君坠入凡尘的踉跄步伐，是他在片场反复摔打形成的肌肉记忆。李莲花毒发时的青筋暴起，源自他提前半年研究渐冻人病理的专业主义。这种近乎笨拙的较真，恰与现代人抵制快餐文化的心理形成共振。在标准化生存挤压个性空间的今天，观众从演员对职业的敬畏中找回了久违的匠心感动。角色与现实的镜像关系，让诚意的表演产生了超越屏幕的穿透力。与司凤9世轮回的执着，暗合着 Z 世代在职场与生活中反复受挫仍不愿躺平的心态。李莲花放下江湖恩怨的淡然，恰似中年群体在生活重压下寻求的精神解脱。更值得玩味的是，这些角色都带有某种残缺美，口吃的玄烨，病弱的李莲花，背负诅咒的雨丝凤。这些不完美人设的流行，揭示着当代观众正在破除对爽感的路径依赖，开始欣赏生命裂痕中透出的微光。社交媒体时代重塑了偶像与粉丝的权力关系，诚意在直播镜头前局促搓手的真实感，反而构成了新型人格魅力。当明星营销话术被拆解为流水线产品，他用卡壳的获奖感言和访谈中的词不达意，意外建立起可信赖的人格锚点。这种去表演化的笨拙，在滤镜泛滥的互联网语境中，恰似一捧清泉浇醒了被过度包装麻痹的神经末梢。粉丝自发剪辑的奇言奇语合集获得100万播放，本质上是对真实稀缺性的集体致意。国风审美复兴的浪潮，为诚意的古装形象提供了文化势能。在李子柒停更、传统节日年轻化的背景下，观众从他行云流水的打戏中看见武侠精神的当代转译，在广袖长袍间读懂东方美学的当代表达。莲花楼武打设计融入的太极韵律，李莲花手持文景剑时的气韵流转，都在激活深植于文化基因中的集体记忆。这种审美共振与故宫文创破圈、汉服日常化共同构成了文化自信的具象表达。当我们拆解这场现象及走红的多重维度，会发现真正被追捧的从来不是某个演员，而是时代情绪寻找到的最佳载体。从对实力派的饥渴选择，到对真实人格的情感投射，再到对文化根脉的追认渴望，每个点击量都是社会心理的显影液。或许诚意自己都没意识到，他站在了多个时代命题的交汇点。当虚拟偶像开始威胁真人明星的生存空间，他用有温度的演技证明肉体凡胎的不可替代。在 AI 技术冲击创作伦理的今天，他10年龙套的经历成为天道酬勤的最佳注脚。这场始于演技的突围，最终演变为文化消费升级的标志事件。观众用注意力投票选出的不仅是好演员，更是一套对抗异化的价值体系。在意义感稀释的现代社会，我们始终需要那些能照见生命本真的镜像。当行业还在争论爆款公式的排列组合，
市场的选择早已写下答案，真实自有千钧之力。